perfect sound 了嘞，180。狮子，对，我这个频道拍的狮子不多，因为冷门的关系，所以呢，那个 view 也没有讲很好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做一期视频 ，Adrenaline Channel 就好像一个字典这样，你在里面搜索想要看的车，基本上都可以搜到，那个就是我想做的东西。那今天就来一辆 Peugeot， 不叫 Peugeot， 不是叫 Peugeot 了，是叫 Peugeot 508。OK， 那我们非常感谢车主来，黎生你好，你好 ，Hello， 你们特地从槟城下来哦，对，刚好又是过年啦，过年然后我们就有安排到时间，我们就来一期的这个508的视频。其实这辆车昨天要下 track 了，不是？要下的，然后 track cancel 了，本来是想去体验一下。其实什么车都可以下的，对，我想要加一个巴士进 track， 但是暂时是还没有了。回归正题，我们今天来这辆 Peugeot 508，它是一个 D segment 啦哈，然后它的价钱当年这辆车新车要卖170千，价格不菲哦。对。可是现在二手的话，应该是30多40吧，这辆2万就可以了。2万就可以买到了啊！现在2万，因为13年嘛，过10年了。假如我买 facelift 是15、16这样子的哈，15开始，应该要5万里面。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pre-facelift 的。老实讲，我个人会比较喜欢 facelift 的样子，它看起来比较新潮一点，灯比较美。版本不一样，然后它的那个 engine 会有做一点提升那个马力。偷偷问一下，你这辆车有用钱来修吗？有，买二手车修肯定是。你什么时候买这辆车的哦？22年9月这样，9月10月，丢了很多钱啊，大概数位是多少？2的头5号码了，加了一些很大的东西，因为毕竟你买二手车，轮胎、电池那些肯定也是上啊。OK 啦，这样我们一一去讲一下啦，你到底换了什么？但是首先呢，这影片还没开始之前，希望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啦。我们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。然后不多说，我们去看车 ，Let's go。这个就是它的钥匙哈，它的狮子，然后它就4个门都是有keyless entry 无钥匙进入啊，这是非常方便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啊，我是想要开后面的门的话呢，我在我的手放在这边就可以开了，是不是？放东西上车。如果是只有前面的门有的话变成每次我手要先放这里再解锁，是不是觉得有点麻烦呢？它的窗会自动下来吗？按99会解锁，看到吗？除了可以用这个钥匙长按，它的尾箱会有这个 spring load 自动弹起的话，还有一个隐藏式的一个按钮。很多 Peugeot 里面会躲着的一个，我好像记得5008、3008好像也是在这边吧，它就是躲在0这里有一个小按钮，按了之后呢，尾箱就会开启了。它的尾箱有545 L， 椅子可以做64分离了，高达1000多个 L 的这一个尾箱空间。看一下有没有备胎哈。哎呦，这马来西亚人买车的最爱有啊，备胎啊 ，Approve 车也是不错的，它把这个铁藏在这个里面，而不像一般我们买的日系车这样就是没有那个 cover， 没有什么，直接给你看到。OK， 其实它的整个外形很大气啊，它毕竟还是一个 D segment。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，不管是 facelift 还是 pre-facelift 的话呢，有一点类似像 Bentley 有一点点啦。后面的 bumper 有4个感应器。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轮胎嘞，它是 PowerTrack 的 Racing Pro 235/45R18的尺寸啊，前后都是一样的，因为这辆车是前驱车啦。然后后面有一个刹车卡钳，然后大概3根手指的高度，这是原装原装的避震器那市值大概需要多少钱市值如果你原装的话，那来大概接近2000。前面如果按换过，前面有一个单活塞的刹车卡钳当年推出有3个 spec， 有 THP SW 所谓的 Wagon， 还有一个是 GT 就是柴油罢了。对，2.2。你会建议人家买柴油吗？没有做过，没有用过，可是看那个书面的文字来讲是很吸引的，400多牛力，再配上个 D segment， 就有点类似320D 一样。然后它给的配置也是相当高，它在3个里面它是给的
最高配。比如说它升级了什么呢？它的 disc 盘到340mm，因为它车身比较重了，然后因为车头方面重的关系哈，它就从原有的这个 McPherson 麦花臣的设置，然后就变成了一个 double wishbone 双 AB。可是后面大家都是用 multi-link 的。GT Spec 除了多了这个 disc 盘大一点，然后它的 rim 是19寸的，还有这个 Napa seat， 它还有记忆座椅哦。GT Spec 当年要卖205,000左。所以你看到这辆车，当我解锁了之后呢，它会亮起大灯，还有它的 LED 日行灯。其实它的 signal 哦，它是在下面的哦。这里前面 bumper 哦，还有一个 sensor 在这边，前面有视力 sensor， 后面有视力 sensor 的。打造引擎。其实它的内饰哦 ，facelift 之后差不多，只是那个圆圆的那个触控那个按钮，它因为它变成 touchscreen 了，它那个就镂空，这个有点类似那个 BMW 的 iDrive， 像 semi bucket 的椅子哦，非常有支撑性的一个。好在它是2013年的车，到现在哦，座椅它不会像 Volkswagen 那种坐着久了之后会皱掉啊。想当年那个年份的 Passat 是通病来的 ，Peugeot 它就很少会用那个风琴式踏板啊，都是用这种悬挂式的，它就少了一点味道哦。这里还有一个电子手刹 ，push start， 踩刹车，踩一下。你会看到它的指针啊，就会先刷新一般。你在照片上看的这个仪表呢是还好，但是当你实体看的时候啊，它其实是很立体的，它是像凹进去这样子的，然后这个框是凸出来的，你可以摸到这个框 ，OK， 还可以摸到这个荧幕。这里有3粒仪表了，它就有水温、油温还有油表。那这边有一个按钮，你拉下的话，就可以看一些哦，有中文呢。平均油耗呢就是8.7 liter per 100 km 啦。我这辆车的方向盘是比较偏重一点的，所以它是 hydraulic 加电机的一个设置哦。换挡拨片它不会跟着你的方向盘摆动，就是它做的换挡拨片呢，它是像打 game 这样的，它是 button 来的。Logitech 的那个 G29，它这边就有一个置杯架，啊，你可以看到2个啊，然后就是有一个hazard light。还有锁门啊，把灯都在这边 ，radio 的按键哈，还有冷气的控制。那这辆车是配搭一个6速的自动变速箱，所以你只要踩刹车，它不需要按任何的按键，你就可以换挡了。那这辆车没有 reverse camera 啦 ，facelift 的版本它就会有标配这了。D 推过去就是可以用 manual mode 加减，那它减是推上。跟 BMW 的操作是一样的，如果你要升档，就是要拉下啊，然后你可以用换挡拨片啊，还可以用2档起步吗？可以上档，那个雪地模式按下去就上档了。所以这里有一个雪地模式，还有一个 Sport 模式。低档它还有显示它是1、2、3档，类似 iDrive 这样的，这个我也不太会用。还有自动远光灯、parking sensor、室内的 sensor off， 还有座椅加热。这里就有一个手扶箱，哦，往那边开的哈，可以前后。这辆车的方向盘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的，这个是最后面的一个设置，我觉得还好啦，蛮适合我的这个驾驶角度的。它有一个抬头显示器，我还是喜欢这种传统的。当你打着车之后，它会开上来，就好像战斗机一样的感觉啊。啊，还有这个是什么？哦哟，这个是调你的抬头显示仪，防滑系统关闭 ，parking sensor off 这样子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插钥匙的洞这样子嘞。插电脑的时候，你手是要放在里面。哦，要这样啊？然后又不可以关，你的那个不可以关，它就卡在那边。打开油盖。还有就是车尾箱，4个窗都是一键上下哈。打乱95是吗？对，手动的遮阳帘。这辆车好在这么多年以来，它不会像 BMW 融掉。这里就是有一个喇叭，下面有一个喇叭。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，我身高173，这里上下大概1个拳头4根手指，头部空间剩下1个拳头2根手指，蛮扩大一下。马来西亚版本它就没有全景天窗，我看到国外是有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室内灯，这个头枕会有一个按钮，按一下，它可以调整上下。这条头枕是蛮舒服的，还可以调整它的角度。那后面有冷气出风口，你可以按一个 auto， 前面按。哦，要前面开关哈，前面没有按 rear on， 后面是开不了的嘞。可是4驱的你可以控制哦，你可以转那个冷气。哇，4驱耶，换 cooling coil 的话要换4支够力啊。这里就是有一个置杯架。OK 了，它的发泡棉是算软的，不会偏硬。硬要比起来 BMW F30 的话，这辆车的后座会比 F30 来的软一点点，而且它的腰部支撑这边我是非常喜欢。椅垫呢不会太短，跟 F30 差不多。W205 是最吃亏的 ，Mercedes-Benz 的 C Class。后尾灯哦，很像一个爪子这样，很有辨识度哦，在晚上的时候。然后后面的 signal 灯就是普速灯泡啦，旁边这里是 LED 的。我觉得最好看的一点就是哦，它会在这一个侧面这边做一个凹陷。把引擎盖凸上来，然后延伸到后面这边，不凸上来，所以它的 signal 是在下面，也是普速灯泡啊。打开引擎盖是要在左边了的啦。 OK 了，它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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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ignal 是在下面，也是普速灯泡啊。打开引擎盖是要在左边了
副驾的椅子跟驾驶员是一样的，它可以调这个腰部支撑，一点都不吝啬。里面有 carpet 的哦。法国浪漫就是要洞很深，然后可以放小礼物，是这样的吗？哦哟，其实这辆车的内饰质感一点都不差的，你知道吗？它用的料是不错的，所以这边有一个拉杆，拉一拉就是开启引擎盖哈，车主才懂哪里有的拉。有油压顶杆一大支。其实这辆车 spare part 会贵嘛？在法国车就跑不了哦，会难找吗？这样子的话，以目前来讲不会，因为它公用车太多了，408，然后过后308，还有3008、5008都共用同引擎啊。这个涡轮的那个 Waffle， 它基本上你可以买 mini 的，这个是 N13的那个 BMW 的，还有一个 Turbo， 还有一个coolant就是我熄火了过后那个泵嘛。Turbo pump 那个也会坏，然后我这辆508就很特别，这里因为走sensor这个东西它会出alarm了过后你再来换啊，这个也是10年会通病一次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 wiper 水啊？这 wiper 水它的盖呢，10辆车呢9辆都是这样，最省钱，很多人都是 member 讲最省了，这个盖很油啊，你加淋浴油啊，喷气，而且它不会开出来啊，不会开出来，但盖着就好了嘛。很新哦，这个东西。新的，我去 service center claim 的，10年车了，还有的 claim， 前车主没有的 claim 我 claim 了，还有那个 timing chain 有的 claim 啊，前车主也没有换，因为那时候中跌打了，我 overhaul 掉，过后所有的那些修啊全部换了完，然后过后单身那些也跟着上哦，所以那个我就不 claim 了哦。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还 pressure pump 嘛，我好像有的 claim 啊，可是现在换代理啊，不知道有没有的给我 claim。还有就是 fuel pump 7年到10年。就算这两个马力6万也会中，它好像是时间到就会中啊 fuel pump， 大致上是这样哦。这辆车的 engine 基本上是同款的，市场蛮多。你讲它冷，我觉得真的不冷spare part 讲难找，还好，就贵是肯定咯，欧洲车跑不了。这副引擎是一个1.6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呢，它可以展示156匹马力，还有240个牛顿米的扭力。如果在小改款以后呢，它就提升到165匹马力。如果你一个1.6公升来讲，它可以产生这种数据呢，它其实是跟当年的 Mazda 的2.0公升自吸的数据差不多。这辆车还配搭着一个6速的爱信的变速箱，0-100加速为9秒多，然后它的这个最高极限为220公里每小时。这辆车是 direct injection 哈，对，它缸内直喷，所以缸内直喷的话，它会有一点小小的哒哒哒那种声音，但是还是安静的。如果是把引擎盖关掉，很顺。不会像柴油这样，反而Honda 的 Civic 那个 direct injection 会听到那个滴滴滴滴滴的那个，好像有一点东西在点着，那个声音会更加的明显。基本上讲完了，我们去试驾吧 ，Let's go。试驾咯，它是不用按踩就可以了，它就 half 的这个，不会自己拉，可是可以自己放。哇，这个方向盘偏重一下哦，这样子。重。它的重量其实还稍微的比我 Camry 重一点点呢。我的 Camry 是 Electric Power Steering 啦感觉到为什么以前的车的调教不会像现代这样，现代的车啊，它都会很特意的把它的方向盘调得非常的轻，轻到有一点一根手指都可以动到那个，所以你在停车的时候啊，你会觉得不费力啊那个手啊，然后你在高速的时候啊就可以很紧凑啊这样子现在的车调教是这样，以前就不会啊。以前比较讲究就是稳重的感觉这样子，所以可能现在很多小姐姐会比较喜欢驾现代的新车觉得很好驾嘞，因为它方向蛮轻嘛那首先来说一下这辆车的起步感觉就是因为它是 AT， 它不是像我最近在驾 DCT 的车Proton 的那个所以每次起步的时候都会有一点 delay， 就是在于它需要把那离合器放开然后你在踩油，它会有一点那种感觉，是离合器放开那种这个 AT 就不会，是非常非常的顺。爱信 6AT 它的这个换挡是真的是很柔顺。OK，let's go。所以这个油门是蛮敏感一下一踩就是那个反应就来了，这个就是 AT 的感觉，很快就上3档了很顺着的。而且它的整个因为毕竟还是 D segment 它的这个隔音还是不错的，我觉得。很有做到那个水准。Peugeot 的车其实我动到的都是小车啦 ，OK， 比如说2008、3008那个是 SUV， 我别说了啦。我先说一下，之前我叫的208啦，那些都是小辆的车。D segment 我真的是还是第一次碰到这辆车是打95哈，95打95。那通常会打多少liter？亮灯打60 liter，OK， standard。可以走大概多少公里？城市的话12 liter 油耗800 km， 然后过后highway的话可以做到7到8。OK。城市的第3分没有一辆省油除了 hybrid 那一辆。hybrid 车
像 Camry 还被讲哦，一桶油可以走1000哦，800到1000，这个真的夸张。可是我很喜欢它的这个变速箱反应，它的调教就是它会知道我在下坡，它不会因为好像斗大这样，我一松开油门的时候下坡，它还是会做升档的。它就是尽量能够保持低转，而这辆车的调教不是它。我喜欢欧系车的一点就是哦，它会 hold 着那个牙 ，OK， 会先 stand by 给你，我随时要踩回油门，会有那个动力是随传随到之外，就是还会有做一个拉着你那个 engine brake 的感觉哦，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，还会比较像会知道我要做什么了，我是喜欢这样子的。OK， 那2000多转了，升档。当然我们可以用换挡拨片啊，我们等一下才试一下咯。用低的时候可以用哈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可以用。这是降档。OK 啦，完全就是不会有一降档会有那种感觉顿挫，不会很顺。这样车的这个动力是2000多转就来了是吗？2000数据写的是1600，可是实际上体感的话是3000。哦，要3000转才来。你会体验到3000，它那个开比较多，增压会比较多。这辆车的这个刹车方面，就是传统的踩得蛮深一下，一开始会比较空虚一点，你再踩下去就线性的开始来了，就开始越踩越深啊，就会有那个刹车了的。408 suspension 你可以买宾森的，这个买不了，你就除了买 OEM 跟原装，过后我要改也没有钱花。轮毂的话，它轮毂的 spec 又很特别哦。它的动那个 PCB 不同啊。对，没有记错的话很难买。对，通常都是换回 budget 的这个 rim 啦。如果你轮圈想要换其他的品牌，你就要 convert 咯，他们就会把那个，它是5×108是吗？记得这样子，很多人去改那个PCD 嘛，这样改回5×1.4.3，就是最普通的，很多日系车都会用。这样哦，你可以看到很多 budget 车很少改 rim， 就是有原因的哈。那时候其实也是在看这 K5 哦。因为对6力牙嘛，主要是要买6力牙嘛，还有就是马自达 6，因为同年代来讲 ，Accord 就给你5力，然后过后 Camry 给你4力，然后过后 Camry 那时候还蛮贵过我这辆哦。Camry 的价钱硬锤一下了，很硬哦，现在它很省心啊。我们用一下 Sport 哦，所以你看它仪表上面有多了一个 S， 过后它会拖。你看还会降档这样子嘞。OK， 踩完。kick down 按下去了，有 fix sound 了嘞，100，还拉着牙嘞，刚刚我还要自己加嘞，也 OK 嘞，它动力是不错嘞，还是顺啊，最主要是它调教的很顺，它不暴力哦，不暴力，你要暴力，这辆不是很灵。现在我是走着120多 km 吧，我走着一个大弯，试一下，开始会有一点少许的风声 standard 的，这个是一点点吧，一点点，不会多。隔音是总体来讲是不错的，我还蛮满意的，跟 Camry 差不多啦，这个甚至还比 Camry 好一点点，同一个年代的 Camry。来，我们试一下降档。它会有一点小迟钝，就是在我按下之后要等可能0.5秒这样，可是它是顺的，它会有一点降档补油 ，rev match， 可以试一下。其实 D segment 哦，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哦，在我们走这个高速公路的时候，面对这些小弯啊，我们讲的，在小小的弯的时候，它是很稳的嘞，很舒服的去，而且轴距越长的车，其实它是越舒服的哈。OK， 我们关回 Sport。Normal mode，OK， 很舒服，真的。能明白你从冰城驾下来的这个体验是怎么样了。这种车就是跑highway嘛。它椅子的包覆性也是很好的嘞。2万多块买回来，你再做多一个5年啊，它其实你不会亏这样多了，你最多不是亏一个1万块，我觉得啦，已经是人家亏到完了这辆车。它的方向盘的这个反应是偏舒适的哈。有一点少许的delay，可是我还好，我是驾惯了，因为这种调教根本就是Toyota Camry的调教来的嘛，方向盘就是偏舒适的那种，也很舒服一下这个。你看它的降档，它的水温一般上保持在多少度啊？这样子的。如果你看那个rev 表的话呢，它冷天它会比较高，它会在缅甸在94到100，没有99。
然后过后如果大热天的话，反而会更冷。大热天的话有时候会比690。我觉得它大热天它会开多那个 high speed fan 这样子，它会走快一点的。应该说是 thermostat 的大循环吧。这样也是。然后现在我走这是98了哦。99都算正常了，欧系车。你不要看那个路费表的话，你只看它原装表没有什么伤了。对啊，原装表就没有数据看了，就动不多了哦。但我们日系车的话会相当冷一点点，如果是没有turbo的车。如果是给我多大 Camry 是87度这样子。在 highway 的时候，你看它开始掉了，然后如果走快一点，撞风多了嘛。这样子的操控其实是不错的哦。现在我后面也坐多一个人了哦，对不起，忘记跟你们讲，这辆车已经坐3个人。我觉得它过弯的这个表现，在它的屁股那方面是完全可以讲没有太大负担的。一个 D7 开起来没有负担的时候呢，它已经做到成功了。然后这辆车其实让我开起来，我有一点不是很想要把它开成一个GTI 的感觉。真的，它很就 GT 哦，你要顺开哦，顺开哦。这辆车我驾起来也是不想开快啊，速度会稍微快啦了。你看，可是你不会想拿去拍哦。对，你不会想拿去拍。你现在的速度维持在比一般人快一点，大概140是很舒服的嘞。顺着去那一种。对，很舒服。现在我时速是大概不到120，我们来，幸好今天是很空啦，我可以试一下。因为我们不是随随便便过一个60啊，这个弯就跟你说，很稳的这样子。OK， standard 120。OK， 它会有一点少许的侧倾，一点点。让我觉得这辆车已经是差不多了啊，可是很稳它的稳就是因为它的推头会比较少了一点哦，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1.6公升。如果今天你买到的是 GT Spec Diesel， 它前面虽然是一个 Double Wishbone 啊，因为它需要的是支撑性嘛，它车头还是偏重了。如果你经常有跑山路的朋友们，我们应该不太建议去拿 Diesel， 2.2的引擎比较大力了，车头变重了很多。所以你会觉得它的指向、它的这个推头的这个问题会比较多一点。当然，这个不是对我来讲不是太大问题，因为你买这辆车，你根本不是一直拿来跑山路的嘛，是不是？你都是跑 highway 或者城市啊，驾驶会比较多。可是如果你有经常跑 car highway 的朋友们，你会比较喜欢这具1.6公升轻盈。真的，我开惯了 Toyota Camry 2.0啊，还是觉得 Camry 很重，这个很轻巧的感觉嘞。所以我明白为什么还要用1.6公升，因为它考量到它的那个这个操控的问题，所以用turbo可以取代一下它的这个动力啊，不会输的。OK， 我们就来到山脚了哈。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集影片要干啥了，还不快点订阅？会员们的福利很快就到了啊，我们很快就马上可以看到8度的影片了。Fix Sound 开始来了，是这样，这个是 Fix Sound 吗 ？Fix Sound 你开窗就没有了。哦，开窗里面有声音，可是外面 engine 没有这样大声啊。可是总体来讲，这具的引擎的噪音真的很少，很安静。总结，我觉得2万多块真的没有得好嫌弃了啦，很好驾的一个D7了啦。你如果想要买这台车的话，还是要预备多少钱呢？看你幸不幸运哦，不幸运的话修到来可能会中2万哦，可是修好就真的是好了，就像现在这样。这样我就预备一个2万5了，这样子来做 standby。如果你是 direct owner 的话，还比较安心一点啊。你认识那个人，他之前修了什么你都懂啊，那个就比较安心。基本上就这样，非常感谢李生啊，谢谢你。他这辆车有10粒喇叭 JBL， 所以会是 JBL。小姐，喂，人生不错。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。好了，各位，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集的 POV 冲上云霄再见 ，Goodbye。